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王25岁，来自江苏，是一名个体户；女嘉宾小孙21岁，来自江苏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今儿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的。干嘛呀？感觉他现在工作，然后一点都不上进，然后恋爱1年半了，然后越来越对我不耐烦，脾气也暴躁。怎么他就不上进了呢？他一开始嘛，工作是在上海工作，我们俩刚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是异地了。那时候我在常州上学嘛，然后他在对啊，他在上海上班，然后那个时候还挺好的，然后主要就是结束这段异地的时候。他跟我讲说，他从上海是有那个分公司的到常州，但是他到了那个常州1个星期过后，上网搜了一下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分公司。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会没有这件事情呢？是这样的，当时的话我在上海工作，然后工作的还挺好的。他的话在常州嘛，身边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，看到人家的话他也会羡慕嘛，就是说人家都有男朋友陪啊，怎么样出去逛街吃饭啊。他就会经常给我打电话说，让我去常州去陪他怎么样？那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嘛，那我就后来到了常州，就是怕他不答应嘛，就是我就先骗他，我就瞒着他，我说那边有我们那个分公司，我就直接调过去了，然后就过来了。实际上面从你的角度是为了结束异地恋，所以骗女朋友说我们公司在那儿有分公司就去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去了之后，女生发现压根儿没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对，关键是后来他根本就没有去找工作，所以我就感觉他做事也不负责、不认真。工作一开始我到了常州也去找的，然后因为常州跟上海的一个薪资待遇的话，说实话差异是比较大的。那我刚开始找的话，一时也不能太接受嘛。后来也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，因为我在上海做什么？在上海做的是房地产销售啊，对。到了常州之后也没有自己喜欢的，就因为两人因为工作的事情会经常去吵，甚至就是有一次他还因为这个事情跟我闹分手。我跟你讲了多少遍，然后你甚至还跟我发脾气，你不去找那个工作。然后那次如果我不跟你闹分手，你还会去找现在的这个工作吗？根本就不会有现在。那你现在做什么呀？现在开龙虾馆啊，开龙虾馆不是挺好的吗？还有的就是他现在脾气跟当时的话也不一样嘛。哦，脾气大啊。他脾气现在就是说有一次，那个我在家坐在那边嘛，他让我帮他倒杯可乐，那我挺累了，我躺在沙发上休息，我说我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帮你倒。他说你现在帮我倒，我说等一下帮你倒嘛。后来。他直接把那个我们之前去，你明明是答应我帮我倒的，你说马上就倒，对啊，我说答应你了，我说等一下帮你倒呀。马上等了半小时，你还没有倒。后来那个我们之前去，这就是说话不算话。去吃饭，去那个外面饭店吃饭，那个大瓶饮料没有喝完，就带回来了。他直接就在床上把那个饮料给摇，然后打开，喷的就是天花板上、床上全都是饮料。然后我说你别倒了，我说我现在帮你倒还不行吗？然后他说你倒不倒？家里还有一瓶，要不行我再撒一瓶。然后我说我倒，他说现在不要你倒了，你把上衣脱了，那个站在窗户口把窗户打开，站在那边给我冻10分钟。我就想不通，为什么让我把上衣给脱了，站在窗户口冻10分钟？几月份？1个多月前，还蛮冷的那时候。根本就不冷，太矫情了。1个半月了好吗？我最讨厌男生说话不算话了。你说你答应我这件事情没有去做到，而且不是想让你站那边的，我也心疼你，是不是跟你讲说你要对我态度好一点？我后来还问你呢，你是不是确定要这样跟我讲话？然后自从谈了恋爱过后，你对我态度越来越不好了。然后我当时也因为口很渴嘛，你给我倒了不就好了嘛？不是，对我态度少。你口渴你咋不自己倒呢，孩子？他答应我的嘛，他如果说他不到，我立马就到了呀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是说他不上进，对吧？啊，一开始是这样的。第二个理由说他脾气大，我怎么没听出来他脾气大呀？他脾气是大呀，就前2天坐高铁，然后我玩游戏的，当时老是卡嘛，我就老是死。然后我当时生气嘛，我手机我就摔到凳子上的，也没注意摔到他手上了。他声音特别大，冲我骂了一句，然后整个高铁人都看到了。当时我就特别郁闷，我就坐那边不说话，他还没有哄我。可能当时确实声音有点那个了吗？你说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说为这个事情你至于就是这种样子吗？两人就因为这个事情拌嘴了。拌嘴的时候，他把我的手机跟他手机全都扔地上，还有充电宝全都砸在地上。之前还有就是说，
我开大排档的时候，每天晚上会回来很迟。有一天12点多钟给我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当时我在开车嘛，回家路上。因为当时我一个朋友跟我在一起，耽误了大概30分钟左右，迟到家了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你开门，他说不开。我说请你开门，他说就不开。你根本态度就不是这样嘛？你是不是一直说的是，请你开门？你到底开不开门？反正是那种特别凶、特别。后来又怎么了啊？后来的话，他不接我电话嘛，然后我就坐外面坐了15分钟左右。他跟我来一句说他睡了。然后睡了，我心想他可能就逗我了嘛，也就把我关外面晾个半个小时，又放我进去了。后来我在外面坐了2个小时，当时天也冷，那我就跑到车上去睡，然后一觉睡到5点50几分的时候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睡醒了给我打电话了，给我打了3、4个电话，我没接，当时我确实挺生气的。后来我就又回到家门口。我说麻烦你开个门，然后他才开门，他过来哄了我2下，我也当时也困，也没怎么理他，他就拎个箱子就回家去了。本来是我们是因为一件小事，然后拌句嘴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非要跟我计较那么多，何况根本就没有什么谁对谁错，然后你稍微有一句软话，我不就放你进来了吗？何况我也没有说有意要放你那边放1晚上没，是不是？如果要在那边就稍微说一句好话，我也不至于说什么我等了你半小时，将近1小时，然后你没有，我那天也困，我白天上学，晚上面也是陪你去做那个，然后9、10点钟才回来，然后我也累，我就不注意就睡着了嘛。早上面我一醒来我就给你打电话，你还不接我电话。我听来听去，我觉得他脾气好像不大哎。他把我拉黑了。QQ 微信全拉黑了。他之前跟我一吵架就把我 QQ 微信、手机号全部拉黑，一吵架就把我拉黑。后来那天我确实挺生气的，那我就心里想嘛，让你尝试一下这个是什么滋味，看你下次还拉不拉黑我呢。然后那你不是报复心太强了吗？你干嘛报复心那么强呢？然后就前2天吃饭的时候，我说找个馆子去炒2个菜嘛。后来到了那边之后，他说，人家都在吃面条，我们也吃面条吧。那我说，那我点2个菜，你吃面条，我吃米饭嘛，他就不开心了，当时就跟我翻脸。后来我就跟人家说，我说那拿2碗面条吧，面条人家也端过来，他也不吃，我给他拿筷子，拿1双他扔1双，拿1双扔1双，拿了4双。后来我也不耐烦了，我就开始凶他。你从一开始就不耐烦的好不好？你是不是从一开始我说我不想吃菜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凶了，东西一扔，手机一摔，然后把手使劲的磕在那个桌子上面，你当时就已经开始凶我了。什么是后期凶我的呀？你后期开始凶我的时候，我才开始扔东西的。姑娘，你想怎地呀？不是我想怎地，他以前都是我做什么事情稍微有一点点，我本来就是故意的，也不叫故意的，我就有一点点那种吓他的那种，然后就想让他哄我，他也不哄我。经常怎么吓他呀？嘟了个嘴啊，或者是不说话的，但是他每次都会把这事情夸张化，就是如果说一句好话，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情了。你们2个人的事儿，双方家长知道吗？知道。见过彼此的长辈吗？我妈见过，然后他父母都见过我，还有爷爷奶奶什么的。爷爷奶奶也见过了。但是我家里人不太同意。为啥呀？他现在就是工作嘛，不太稳定，都26岁的人了。如果我父母要是我还没有跟父母讲这个方面的事情，如果要说的话，他工作现在没什么存款啊什么的，我父母肯定是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的。然后有的时候我在我妈面前就会说他好的地方嘛，所以我妈现在是没有反对，但也没有同意我跟他在一起。你父母呢？因为他每次到我家的话，就是我都会往好了去夸他，也蛮喜欢他的。就有一个事儿吧，我奶奶过来玩，一开始前2天是挺好的。后来第3、4天的时候，开始就是在我奶奶面前啊，就是跟我发脾气啊，怎么样的？那我当然受不了了，我就把她往前面一拉，我说可能语气很凶的对她说，我说能不能不要在家里人面前这样子？那她也在那边玩不了几天，她因为也要回去，那让她在那边开开心心的不好嘛，对吧？她就总是跟我吵。我根本就没有跟你发脾气啊！不是，你们俩今天来想干嘛？我希望他能够把他的脾气改掉。太刁蛮任性了，有时候。他现在一点都不听我话，我也没有想让他听我话，我就是想。你不想让他听你话，干嘛说他一点都不听你话？不是听我话，就是像以前一样，刚谈恋爱那样嘛，就大家都配合一下嘛，也没有那么多争吵可以吵。累吗？累。还想继续累吗？如果说他脾气能够改掉的话，
还是想跟他在一起的。啊，要改不掉呢？我只能说再去考虑一下。好吧，该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跟你讲啊，小伙子，一个女人其实是有多方面的，她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你说她刁蛮任性，但如果换上一个大男人，也许她是娇羞可爱的，就是在你面前，他就把他所有的刁蛮任性无限放大。反正你好欺负呀，让你脱了衣服在那儿站着你就站着，你不冷啊？换成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这样？正常的、健康的、能够发展的爱情，一定是两个人越变越好。他本来有些任性，但是你的包容或者你的胸怀、你的魅力，让他变得慢慢成长起来，变成一个快乐的女人，变成一个温和的女人。而你看他和你在一起，他越来越任性，越来越刁蛮，你不快乐，他也不快乐。所以嘛，你觉得你们的爱情健康吗？欧阳，其实我觉得，你说谁能受得了你这样啊？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啊，你觉得现在这种任性刁蛮，你快乐吗？你希望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女孩？我希望我们俩都能好。哎，你希望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女孩？就是比较持家嘛，然后比较什么？也是持家，就是可以为他做好，就是除了他工作以外的其他事情。你觉得跟他长期的在一起，你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吗？反正我告诉你，贤妻良母是不会让老公在那个窗跟前脱着上衣站着的。那也是他把我逼急了，他老是在那边凶我，他如果不凶我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不合适啊。他这样还有你喜欢的地方吗？他还是挺体贴的。体贴。我跟你讲，他真的不是你的菜。你需要一个成熟的男人，他太幼稚。我们说爱是不需要计划、不需要规划的，爱是一种感受。但是真正落地的爱是要有规划、有计划的。可以为了爱情去做改变和努力，我可以抛弃自己原来的工作，去到一个新的城市，为了爱，我支持。然后呢，爱不是一时冲动啊。然后呢，你在常州生活安排好了吗？没有。对呀，他特别不成熟，特别幼稚。对，就是因为这点，所以他不适合你。不适合的两个人为什么非要强扭在一起？所以我并不看好你们，但毕竟爱情路是你们自己走，走到哪一天头破血流了，也就分开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严老师，来，于老师。一位40多一点的女性来到我的心理咨询室，她要自杀，她觉得她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。于是我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她告诉我，一贯听话、懂事、非常体贴的老公，居然在她女儿过完18岁生日之后和她提出离婚，而且那个老公找到的另外的那个女士她认识，各个方面都不如她，而男人对她的回应是：我忍了你20年了。女儿长大了，我也争取了女儿的意见，女儿也觉得妈妈在家里面特别的盛气凌人，爸爸特别的委屈。我暂且不说为了女儿坚持18年或20年这样的婚姻，我想说有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是要还的。我借着这样的事儿想说明，其实21岁女孩任性，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叫可爱，但如果一直任性下去，我想说有的任性它的数量是有限的，当你任完了的时候，那边的忍耐度也就到头了。所以她的脾气一开始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当你任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她的忍耐度也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就像你今天说的，她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了，对你就没那么的体贴了。那今天我说女生，你有点过早的为她负责了。她20多岁，她现在应该经历一些挫折，在工作上，在感情上，所以让她去自由成长。你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培养模式，你现在搞来搞去，最后她也没搞好，也不听你话，最后发现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，折腾半天费了半天劲。你不如静静的观察在那儿，享受恋爱的感觉，最后行不行再说，她自然她会自己负责。现在你什么事都替她操心了，但行都听你的，好也是你的，不好也是你的，最后呢，你这个家没当好，
最后你要他还不要他，对吧？这是事儿了吧？哎，那男方呢？我想也契合刚才我案例当中男士也是一样，包容体贴，但不等同于纵容。所以这20年的这个痛苦的历程，不仅是由那个女人的强势和霸道任性造成的，也是由她自己在这过程当中没有把握好什么我是必须要坚持的，什么我可以呵呵就完了的，所以这要把握好。因为如果你那么喜欢他，你可以对他好，但是如果过于的什么都听他的，无原则听他的，你的日子也不会好。我的建议2位琢磨琢磨吧。你还在读书对吧？你还没毕业对吗？今年毕业。是啊，你不是应该在学校好好学习吗？毕业之后先找份工作吗？你就想着嫁出去了？如果不是那么想嫁的话，你首先先独立好不好？回到自己的校园生活当中去，先盘算着实习、工作和未来的生活。这样的话，和他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。而男生需要做的是赶紧把自己的工作稳定下来。你比他大了4岁，对吧？你已经进入了社会，你应该更好的去盘算一下将来的生活到底是怎样。当你们彼此一个关注于自己的学业，一个关注于自己的工作的时候，你们有了独立的审美，有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要做的事情，没那么闲了，我相信你们也不会相爱相杀了。有了距离了，也能更好的审慎和客观的去看待对方了。彼此回到自己各自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当中，也许能够认识一个真正的对方和真正的自己，好吗？就这样。我没什么说的了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其实我也承认我的脾气也不好，有的时候也会冲你发火，但我也毕竟是有情绪的一个人，不是说玩具你可以对它发火，一点情绪都没有。我根本就不想对你任性啊什么的，而且我也是为你考虑的嘛。我想，你现在都26岁的人了，然后你工作对自己没有规划，我比较着急嘛。然后我想我自己，如果我还想升学的话，还有那么2-3年了，我不知道跟你能不能继续下去，所以自己比较着急。你身边好多朋友都已经结婚了什么的。对，你现在工作还不稳定，然后以后再加上这些脾气什么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还能不能走下去。得，时间到了，请亮灯吧啊！2位请回吧啊！来，请关门啊！好了，最终的选择肯定他们自己去拿。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叔叔拿戒指。谢谢。本栏目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、易贝诗、易贝诗防晒霜冠名播出。易贝诗女王焕颜季期间爱情保卫战的春季套盒，加1元多送1套，改变自己，做自己的女皇。来见证他们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你怎样？亮灯吧啊！缺样东西啊，应该拿个可乐瓶，我也换好给你们开一瓶，喷一下就庆祝啊！谢谢，请回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